嗨，大家好，我是赵阳。今天这一集我们来谈一谈这个 Final Cut Pro 就是在苹果电脑上面的这个影片的编辑软体。那 Final Cut Pro 是属于这个非线性剪接软体，它是一个专业的软体。那很多好莱坞电影的公司或者是说现在我们这个 YouTube。大家都是用这个 Final Cut Pro 来做剪接，那各位不要被这个它是专业的剪接软体而吓倒。事实上，它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些操作的习惯，跟这个苹果电脑macOS 里面内建的 iMovie 其实是大同小异，它只是多增加了很多功能。那当然，新手的话会比较觉得很困扰的是，不晓得怎么下手，或者是说怎么样去剪接。那今天这一集，我们就先来聊一聊、谈一谈，以及介绍这个 Final Cut 它的这个功能，以及怎么样去产生一个专案那怎么样去剪接？那也介绍一些这个通常会使用到的功能跟布置。首先，我们要从这个苹果的网站上面来下载这个 Final Cut Pro 那现在苹果网站上面这个 Final Cut Pro 有90天的这个试用期那下载安装好之后，我们从这个界面打开。那我们现在已经看到我已经打开了。当然我这边有很多这个专案在这边。那这个Final Cut Pro 它是一种非线性剪接软体。那什么叫做非线性剪接软体？就是说你在做编辑的动作的时候或者说什么样的操作的时候，那因为它这个你有可能做一些除降噪的动作，或者是调整颜色的动作那它会在背景运算就等于说你不用这个工作做完，你才可以继续下一步的操作那就叫做这个是翻译的名词，叫做非线性剪接软体那当然，首先我们可以知道的是，这个 Final Cut Pro 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在这个时间轴这边它有所谓的这个素材拉过来之后，它会有磁吸的动作那当然，如果说你不需要磁吸的动作，就在这边点击一下这个取消了。那变成紫色的时候，它就会有磁吸的功能。那点开之后，白色的我们就可以看到那因为它现在是最后一段，就是说没有所谓的磁吸的功能那这边你可以随意的去拉动它叠在上层或上层，看你要叠几层。当然，这个跟你的效能有关系那我们把它改回来那就磁吸了。那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既然我们已经知道这个是一个非线性剪接软体那首先我们来看到界面，在界面这边 Final Cut Pro 点一下之后，这里有一个偏好设置，偏好设置打开之后，那我们可以看到在通用这边这时间的显示那看小时、分钟等等影格，然后对话框那是不是音频单元？那色彩要校正是什么你要用预设的是颜色板还是色轮、颜色曲线，或者是这个色相饱和度曲线那检查的部分，这个保持原样的像素就可。那编辑这边那时间线也就是时间轴那这边你就可以保留预设就好。再来是播放这边，那播放这边就是所谓的渲染运算的部分。那现在你可以看到我这个渲染这边后台渲染我没有打勾那这是看你的机型或者是你电脑的这个运算能力，显示卡或者是 CPU 运算能力的多寡快慢来去决定。那我习惯是我需要它算图的时候，或者说渲染的时候，我才会手动去
去把它这个整个渲染或者是算图，看它的效果如何。哦，那这边这个是预设的哈，我的显卡是这个。那这里下面有一个，如果你有外接另外一个第二个萤幕哦，用 HDMI 输出的话哦，那这边就会有第二个萤幕的选择，或者说你接3个哦，这边都会有选择哦，等于说把第二个萤幕全萤幕在观看这个画面。好，那再来是导入的预设哦，那是不是要拷贝？就是拷贝到这个所谓资源库储存的位置哈，等一下我们会谈到啊。等等，那要不要平衡颜色？要不要查找人物哈？或者是说在转码的部分，是不是要创建优化的媒体哦？就是编码，就是苹果自己的 ProRes 的编码。那这个取决于你的机子的硬碟大小哦。像我是不创建，那因为我的算图的能力够哦，我这个电脑的算图能力够。那我就直接剪了，素材直接进来，我就不做转码的动作。那转码的动作还要还要一点时间。那还有就是目前的位置，这个是预设的哈，比如说它可以导出什么样的文件是仅音频还是视频还是2个都有这是属于母带的制作或者是说这个是要发布到哪一种。这个设备这边都可以选择。那音频的格式你是要 AAC， 那其实一般保留 AAC 就可以了那操作是不是仅储存或者说丢到这个 compressor 压缩的软体，另外再压制别的编码好的，那这边也有预设的这边就是 720p 输出的11080p 的或者说4K 的苹果的。那这个各位注意一下，这个是苹果这个预设 HEVC 这个10位委员就是所谓的 HDR 的HDR。那一般我们标准画质其实选择 H264 就可以。那 HEVC 10位元也就是 H265这就是属于 HDR 影片在用的。那一般那这个 YouTube 或者是 Facebook 的，那你可以自行调整那它现在预设是640当然也可以添加别的那像这个就是我在 Compressor 自己创建的一个YouTube 是 4K 流量码率是45 MB 或者说新增加一个看要是什么样的设置等等，就从这边来去设置那第二个，我们看到文件这边，那首先我们打开之后，它预设会有一个帮你建立一个资源库，那它会有个命名叫 Untitled， 那也会顺便产生事件跟项目那我们可以看到，譬如说我们来看到这边我这个是资源库它的结构是这样，资源库记录了所有里面的素材跟你分类的项目，那这个是一个阶层式分类的结构那第一个，当然这个你点2下就可以重新命名它要把它命名成什么那在这边各位要注意，这个是资源库可以看到这个小图标，这样是资源库。那再来就是事件这里是它自己产生的可能依照日期或者是名称，这个名称你也可以自行更改那点开之后你是不是有收藏或者是说音频，它这边就会显示出来了或者说静止的图像，也就是不止影片，你照片也可以拉进来OK， 那各位要注意一点的是，在我们选择资源库这边，在右手边这边有资源库的属性那我按修改，因为我这个是标准画质，所以我就选标准画质。那如果你是要广色域的 HDR 的影片，那你就要选择广色域 HDR 的影片那譬如说更改那现在不能更改好。那这个储存的位置一般预设是在这个我的图库的那个资料夹里面
那当然你也可以把它修改成位置，好，像这边，那我一般就是因为我有外接，不是外接，就是内接第二颗这个 SSD 硬碟，所以我就把它调在第二颗，速度也比较快。哦，这边就分为媒体，就是说你可能复制所有的媒体要复制，那你如果复制它就没有在那边有保留一个备份在那边。那 Motion 这是特效的文件夹，这一般都是在这个我的图库那边，这个没有办法搬动。那这边有缓存，那你这也是我制定的。那这边就可以选取更改你的位置。那备份这边当然也一样，或者说不储存备份也可以。好，那就取消。那这边就可以看到这边就会告诉你这个你的这个资源库到底是分类到哪边。那资源库它不只可以一个，那你看我这边就有好几个了哈。很多，还有旅游译文的，还有 short 短片的哈。那这边再来是介绍这个，那你产生的，我们在这边看到，你新建了之后，它这边会帮你预设4件项目都会新建一个。那你可不可以在一个资源库里面产生2个项目啊？当然可以啊，你就这个新建这个。在选择这边之后，这个哪一个这个资源库之后，你再新增譬如说我们新建一个事件，他就会问你啦，你是要资源库放在哪一个资源库那事件名称是什么看这个是预设，就是说今天的日期那视频的格式是哪一种那你选择一下是 4K、5K、8K 或是垂直垂直就是我们现在手机在用的直立式的这个影片那解析度、分辨率也就是解析度，那 4K 一般是3840、2160那你的影格速率是多少那渲染这边一般就是选择这个 Apple ProRes 422当然你也可以选择 LT， 那这个画质会比较差一点点，那体积会缩小。那为什么叫做要渲染这个编解码器？是因为在剪接的时候，你原本的素材有做一些这个编辑的动作不管是调色啦拉这个曝光啦或者做转场什么，它都需要用这个 ProRes 的422下去做这个编码，然后去覆盖它那当然，如果说你在这个拉这个素材进来的时候，刚刚那个预设整个那个 Final Cut 的预设，你有勾选要这个创建这个代理软体那当然它就会用这个 ProRes 下去编码那这个音频的部分一般采取立体声或者说环绕声，那当然你也有素材也有环绕声那一般保持这样就可以了。那现在就是创建新项目。那新项目如果创建好之后，你就可以分门别类，你选择这里再去导入素材也可以那如果说你在这边选择，再来就是项目，那项目你这个也可以，这个我拉开一下我这边有命名叫素材影片扯铃。那我们选取它之后，在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位置等等资源库是哪一个事件是什么。那按修改那这边就可以调整它的解析度，或者是说视频的格式你就可以修改。那这个因为这个色彩空间是属于这个标准的REC 709，那我们刚刚那个在这个色彩空间的部分是先由这个资源库在这边资源库的属性下去做修改的标准。好的，那如果说我们创建好之后那我们就可以按右键导入媒体那现在就可以看到，那看你在你这个位置是在哪一边你的影片的位置在哪一边，甚或是你有接上这个 USB我们讲 USB 有接上去，你也可以把它添加在里面好了，那现在就导进来了
那导进来之后，那这各位预设的时候可能没有第二个观览视窗哦。那这个是影片，右手边是影片的观览视窗，左手边这个是事件的哦，就是所谓事件的这个素材里面的观览视窗。那各位可以看到哦，这样就可以播放了。那你点一下这里哦，它就持续可以播放。好，那暂停，你再按一下哦。那这边呈现的这个黄色的方框，我们可以把它调整啊，譬如说我只要截取这一段哦，这样前后拉或者拉过头，当然都可以。那我就变成一只手之后，那这边就可以预览，你这样滑鼠移动的就可以去预览它哦。各位可以看到这边也在哦，它就会动，声音也会动。然后下面这边我们直接把它拉下来啊，拉到时间轴，看定位在哪边好，定位在哪边哦，放掉就可以了。好，放掉就可以了。那各位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因为它灰灰的，因为这个是用 S-Log 随意拍摄的，哦，还没有调色哦。那下面这个是已经选取这个，哦，看你选取哪一段，这个是已经有调色过了。那现在我们按一下空白键，哦，或者是这个播放，哦，它就会开始播放了，它就开始播放了，哦。那接下来我们要知道的是，预设它这个只是播放器，它只有显示这个，好，那这边我们也可以看到，点击显示之后会显示视频及观测仪，哦，那就是这一个，哦，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通道哦，颜色的选项，看你是要选择全部，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这里 RGB 哦的图示的亮度。哦，这个是观测仪哦，就是这里哈。那如果说你有多角度的哦，这个比较专业，我们随后再谈。一般都是勾取这个。那这里有个媒体播放哦，一般我都是用这个优化及原始。那除非你的电脑哦速度很慢哦，那你就可能要改选这个首选代理或者是仅代理，那就会降低解析度。然后下去做播放以及这个渲染的动作。好，那这边有这个亮度的范围检查。好，一般我是勾选亮度，当然你也可以勾选这个全部啊，它就会类似相机的斑马纹就会出现。好，那如果要显示字幕就勾选字幕。好的，那我们来看这个是如何显示，是在从窗口这边。窗口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哦，那这边我们这边有边栏打勾哦，浏览器哦，浏览器就是这一个，那事件检视器就是这一个哦，那检查器哦，检查器就是这一个哦，那时间线哦，那从工作区，我所谓工作区就是整个APP 的范围，那有时间线啊，音频指示器，音频指示器就是右下角这个音频指示器哦。那效果效果就是这边。那我们可以知道的是那有拉进来之后，那我们要编辑，譬如说选取这个它所有的影片的编辑就在这边，它的效果变换等等那当然，你如果要调整大小，当然也可以像这个是目前选取这一段，那你把它按一下，这里就是有变换或者是裁剪变形那这边就会框起来像你去旋转啊、拉动啦这个都可以。那这个是调色的就调整曝光或者是饱和度、颜色那再来是这个音讯的部分那音量那这边也有指示那你是不是要用这个音频的分析，把它按一下，它就会分析看是不是要降噪啦、干嘛啦、嗡嗡声消除啦等等，或者说你要用这个什么均衡器是我们讲说音频的均衡器下去调声音的各频率的大小声等等去配合那再来就是我们讲到的就是说，我们今天先介绍这些基本的操作那我们可以把它
往滑鼠拉动哦，整个拉动哦。那如果说要删除一段，怎么删除呢？选取之后，我们按这个键盘的这个 Backspace 键哦，它就删除了哦。那我们可以随意的调整它的位置哦，我们可以把它调整位置，各位可以看到，也可以调整位置。那再来就是我们看到这边哦，在左上角这边，这个有个音乐符号跟这个照相机的符号，那你就可以看照片啊，照片它就会去抓你这个 不这个 Mac OS 上面的图库哦，照片的图库啊，或者说你有那个 Logic Pro 的这个软体哦，音乐哦，这边也有内建这个音乐，那音乐的部分。它是属于这个，在你的电脑里面 ，Apple 电脑里面的音乐，哦，它都会搜寻出来。那声音效果这边也有声音效果，譬如说这个，我们可以把它哦有声音效果。那声音效果如果喜欢的话，哦一样，在这个你可以拉调整它的秒数，或者是哪一段的音效，那就直接把它拉下来。那你要放在下面也可以哦。那再来就是我们谈到的就是这个哦，有字幕的部分哦，比如说啊有字幕啊，我要创建字幕把它拉进来哦。那当然是要叠在上面哈，叠在影片的上层，它才会有效果。那叠在下层的话，它就被覆盖了哦。那一般使用情形是把这个声音是叠在下层。那这里顺便提到的一点，就是在影片的部分，我们可以选取之后一段，然后把它分离音频，哦，这个是比较常见的技巧。那你说这个有什么用呢？当然有用哈。那再来就是分屏，这个如果说你要把它搭配一个编辑角色哦，分配角色、字幕啦、颜色啦什么，这边都可以。那再来就是右键之后有个显示视频动画，你把它打开哦，那我们就可以在这边哦建立这个按住这个键盘的二声键哦，在滑鼠点一下哦，它就会创建一个关键的节点哦，所谓关键帧。接下来我们在右下角这边，我们来介绍一下，在这个是属于这个哦，打开这个关闭这个视频或音频的浏览哈，那这个预设都是要的哈。那这个刚刚我们有看到，就是说磁吸的吸附的功能。那再来比较常用的是这个怎么去调整这个时间轴影片所显示的外观哦，外观，就是说它的大小哦，因为这个有限，那我们可以看到哦，这个就只有音频显示啊，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连影片的预览缩图也有啊，那看是要哪一种这个是调整这个哦，它的大小占的这个时间轴，它的你可能要看你个人的习惯去调整它的大小。哦，那还是要多角度的哦，片段角色、冲到的不要都提哈。那一般我们做简短的编辑，这个其实都没有必要。而这个上面这个拉动呢，就是说扩展它的长度哦，那可能比较好剪切哦，编辑的部分裁切哦。好的，那接下来是这个，这个是显示右下角有没有这个效果哦，是的这个。就是影片的效果哦，比如说基本的干什么啦、抠像啦或者是颜色的部分，还有声音的部分哦，声音的部分去做调整，它的效果，所谓特效，把它拉进去。那这个一般在使用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用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一段要降噪，那我们就把这个或者说清晰对比度那个把它拉下去，再放掉就可以了那如果你在这边停留的话，这边也可以把有预览的功能就会出现，滑鼠这边停个1秒钟以上就可以了那这边那转场的功能是在这个效果的特效的旁边，这边按一下那这个转场的效果在这边都有了那一般比较会常用，我比较常用的是说
有这个光流的部分，哈，它会去叠化。OK，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先说到这边，好，第一集先说到这边，好，谢谢各位，记得订阅哦，拜拜。